各位师兄师姐以及全球线上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罗恒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爱的新药方。为什么我会选择爱的新药方这个题目呢？因为在几年之前呐，我有到大陆的五台山去参访，然后在要离开五台山的时候啊，有一位法师他呢送我们一份算是法宝，就是唐朝石头西迁和尚他所写的五济大师新药方。这个新药方呢里面有10个重点，它是用呢好像开药方的方式帮忙呢把它条列出来。其实它就是我们生活中或是说待人接物修行的一些呢重点或是我们待人处事的一些要领。那内容就是好度长一条，慈悲心一片，温柔半两，道理3分，信行要紧，宗旨1块，孝顺10分，老实1个，因智全用，方便不拘多少。因智全用呢，就是积阴德的意思。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新药方就是不管呢是在古代或是在我们现今其实它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生活的座右铭或是说呢我们平常待人处事修行的一些重点。然后这也让我想起就像我们证严上人也好，或是呢所有的祖师大德也好诸佛菩萨也好所讲的这些道理其实呢都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这个新药方。所有的佛法都是心法，佛由心成，德由心积。所以诸佛菩萨所讲的这些妙法或是祖师大德所传的这些妙法呢，都是可以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当作呢一帖一帖的新药方。那在10多年来我在导读读书会的时候所导读最多次呢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也从当中呢体会到有几点今天呢要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有一次我在上读书会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呢他说他昨天晚上做一个梦，梦到那个有人跟他讲他说地藏经呢就是一封家书。他来问我是不是一封家书我想说哎呀也对地藏经呢就是佛陀要入灭之前在忉利天为母说法，然后呢召集呢十方无量诸佛以及呢天龙八部人间天上各界的这些众生有因缘都集合到忉利天来听佛说法。那也在那个时候把地藏菩萨呢郑重的再介绍给大家，还有把救度众生的责任呢托付给大家。那地藏经可以说呢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与地藏菩萨联合所写的一封家书。但是呢这一封家书传了几千年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佛陀入灭1000多年之后来到唐朝才有呢时叉难陀大师呢把它翻译出来，我们才看得懂。那从唐朝翻译出来之后到现在又经过了1300年左右了，但是有多少的众生，有多少的人呢有把它呢打开来看，仔细的去研究里面到底在告诉我们些什么，到底要跟我们讲些什么东西。其实根据证严上人的那个讲述地藏经呢就是要阐孝道，让我们知因果，还要让我们发大愿，让我们度众生。
那这样子呢，就让我们知道说，《地藏经》啊，就是让我们在入群处众的时候，作为一部宝典。那很多很多生活当中呢的问题，或是说我们生命当中啊会遇到的课题，即使在《地藏经》当中啊，它都有了这个答案。好，那就好像我们在《地藏经》的第4品啊，有一个光目女救母的故事。那光目女呢，她是一个孝女。他呢设斋来供养罗汉，然后呢罗汉教他呢要自持的念佛，然后要去布施那他呢就真的照罗汉所讲的，就是己舍所爱去寻化佛像而供养之，然后呢又很恭敬的去念这个佛的这个名号，结果呢佛陀就在这个梦境当中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呢，很快的就会生到你的家里面来哦。然后呢，未满3日而乃言说，刚生出来几天呢，就会讲话了。那他母亲呢，真的后来呢，就生下来，变成他们家婢女的孩子。那未满3日呢，而乃言说，很快呢，就哭哭啼啼的跟他讲说：我是你的母亲呐。自从呢。”往生之后呢，累堕大地狱，那地狱当中的苦呢，怎么说呢，都说不尽。如有何计令吾脱免？你有什么方法呢？能够让我呢，可以避免再掉入到这个恶道？那光目女呢，看到她的母亲啊，受了这么大的苦，所以呢，就为了她呢，发了这个大愿。她呢所发的大愿，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在家长啊、父母啊、身体病重的时候呢，都会到医院去呢探视或者去陪伴。但是呢，很多人啊。她呢，都是呢，只是哭哭啼啼啦，就是当光哭女，或者只是去看一下，当那个光看女，而不是呢，真正的当光目女。光目女呢，她有积极的作为，她呢，发了大愿之后呢，身体力行，用真正身体力行的这个功德呢，来救拔她的母亲，来拉拔她的母亲。所以才能够把他的母亲呢，从恶道当中呢给救拔出来。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呢，就体悟到说，我们呢，要学光目女，而不是呢只做光看女或者光哭女。我们要有积极的作为，才能够呢，功德回向，才能够祝福，甚至呢来帮助我们自己的亲人。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在读书会当中就是呢，有一位同学姓王，一位王师姐那她呢，因为先生呢也很早就过世那所以说呢，她呢要一个人呢要负责家庭的经济，因此她就兼了几项的这个工作。那每天呢就是忙碌的工作，不过呢她很有善心也经常呢来做慈济的志工。但是当师姐邀请他呢来参加见习培训呢，做慈济委员的时候他又觉得他没有时间，所以呢，他就只是呢这样一直不断的工作啦，偶尔呢来呢做志工。那有一天他突然呢就是这个气喘病发作，很快的，刚开始呢发作的时候他呢就赶快呢跟他儿子讲说，你赶快呢送我去医院，然后人就呢倒下去了，很快就昏迷了。那送到第一家呢新庄的属立医院呢，医院发觉他情况太严重了，所以又把他转送到台北市的这个中心医院。那他在这个医院当中就是呢昏迷不醒
那他说啊，他在昏迷的时候呢，他进入到一个境界，就是说他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呢，就好像呢，那个妈祖的这个进香的时候啊，哇，人很多，然后呢，都很安静，很安静的啊，好像潮水一样的往前走。那彼此之间呢都不讲话，他可以感受到对方呢，也是个人，但是身体跟身体相碰触的时候啊，并没有感觉啊，好像进入变成一个无形的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了有一排房子，哦，有一间一间的。那他往里面看，哎，看起来呢就像那个阎罗王哦。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讲到阎罗王，他看起来像阎罗王坐在那个上面。那他呢，就看到前面有2位，哦，他是排在第3位。阎罗王呢就在骂他，哦，他说了，阎罗王说了，你呢在世的时候呢不信因果，哦，不行善业，哦，都呢一直呢专干坏事，作奸犯科。所以说呢，根据你的这个业因果报啊，你要到呢恶道当中去受苦。所以呢，那个鬼王啊，就用那个3叉戟把它插的，然后呢，这个哀声哀嚎声啊，就是呢很惨烈啊，然后鲜血淋漓这样子呢就把他呢带走了。那再来呢，就是接下来到他前面那一位啊，他说啊，阎罗王就指责他说：“你在世的时候呢，不孝父母啊，对父母呢，这个没有孝心，没有敬意啊，所以呢，你呢，让父母呢伤心痛苦，也是犯了大罪，所以呢，也是要到恶道当中受苦。所以很快呢，他又被带走了。那接下来就轮到了我们这个王师姐喽。那他内心呢就非常的惶恐，为什么呢？因为他呢。”觉得他自己呢，妈妈在世的时候，他也是呢，经常跟妈妈呢，这个顶嘴啊，大声小声的，所以他也觉得说啊，自己呢，应该是呢，也是罪孽深重。但是呢，轮到他的时候啊，阎罗王看了看他，他说：“哎呀，你呢，不用进来这里。”哇，这个师姐就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我不用进来？不然我要去哪里呢？那阎罗王呢，就指着外面他说：“你看前面那个地方呢，那一条路直直的地方，你往那里去，那里有道光，你往那里出去，啊，这样就对了。但是呢，旁边那里有一个楼梯，你不要走下去哦。”师姐听到啊，阎罗王这样交代啊，她反而呢，起了好奇心。这个不要走下去，那到底又是什么个地方呢？所以呢，他想说呢，就走下去看看。结果他往那个楼梯才走了几步，就听到呢底下鬼哭神嚎的这个声音。哇，原来底下呢就是呢，好像在刑罚这些的恶道众生的这个地狱。所以呢，他赶快起来之后啊，拔腿就跑啊，就往那个亮亮的地方呢一直走。那走到那个尽头出来的时候啊，他抬头一看，哎呀，这个房子上写了4个字，叫做净思精舍。他竟然回到净思精舍，然后呢，刚好我们增眼上人从里面走出来，他就过去呢跟上人呢，行礼啊，然后跟上人报告说：“哎呀，师父，我回来了。”那上人就跟他说啊。说啊，呵，你回来很好，那你要赶快回去哦。然后师姐，这个王师姐就说：“师父啊，我才刚回来，你为什么又叫我要回去呢？”然后师父就说：“你的听话你要乖，你赶快回去就对啦。”然后呢，师父既然这么说了，所以师姐呢就听他的话，然后就回去了。那回去呢？也不是回家，其实呢，他呢就是神识呢就飘回去，飘回到医院。他回到医院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神色这样漂浮在这个天花板上在空中了。然后呢，他看到他自己的这个身体
躺在病床上，身上插了很多的管子。那他的亲戚朋友啦，还有呢，他的孩子呢，就围绕他呢，在他的身边。他听到他的孩子一直在跟他呼喊妈妈妈妈的这个声音，所以呢，他听了之后啊，很不忍心，所以呢，他的神识呢就下去呢，跟他的肉体呢结合，然后渐渐的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之后啊，渐渐身体康复了。他孩子就跟他讲说：“妈妈还好，你有醒过来，不然的话呢，医生呢也在跟我们商量说，什么时候呢要来拔管了，因为你呢是重度的昏迷。”哇，他这个分享呢，让我们想到说，原来呢，这个上人啊，大菩萨他呢要接引一个有缘的这个弟子啊。包括他昏迷的时候呢，也到梦境当中呢，去救拔他去接引他。然后呢，这位师姐呢，她醒过来康复了之后，就想到说：“哎呀，我们资深的师姐都一直找我呢，要去培训，那我都呢用各种理由啦、忙碌啦，去呢当做借口，没有呢去参加。那这一次。”能够死里逃生啊，就是给他自己呢，一种无常的警示。所以说呢，他就很快的加入了这个见习培训的这个行列等到他要受证的时候呢，我们在读书会请他呢出来分享培训的心得的时候，他才把刚刚的这个故事呢讲给我们听。哇，那很多人呢听了之后都很感动就是说，我们就确实呢要把握因缘把握因缘呢，赶快呢去行善或是行孝，或是修行，不要呢用各种的这个借口来呢，让自己呢错过了这个很好的因缘。另外呢，我们在读书会当中呢，也有一位吕春桃师姐，她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奇妙的故事。他说他在很多年以前他要从肉食呢改变成素食的时候家里面的先生孩子呢都不能够接受，所以呢很多事情呢都没有让他知道包括他的女儿呢。都是他从小呢把他养大照顾大的，要结婚的时候呢也没告诉他，连大饼呢都没有给他吃，所以他的内心呢就是非常的懊恼，然后也觉得说这个人间实在是没有值得呢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所以呢他就自己一个人呢从台北呢跑回台中呢。要去呢，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他回去之后他就呢，吃了30颗的这个安眠药，那又在这个左手腕上割了2道在放血。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子呢，就昏迷过去了。那昏迷了多久呢？昏迷了7天的时间。在这个7天当中呢，所有的家属。没有人知道然后呢，也没有人呢，发觉说，有人呢自杀了。等到7天之后他自己呢又醒过来了，他自己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呢，他发觉说，他那个身上的血流到地上呢，都已经干掉了，那他呢还自己呢清理地上之后呢。去给医生去给医生呢，去呢，这个缝这个伤口。那医生在缝伤口的时候呢，没有给他上麻醉药那应该会很痛啦。那医生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么痛你为什么呢都没有感觉？”他就说：“我都想死了这手术的痛，那又算得了什么？”然后他说他在这个7天当中他到哪里去了呢？他说
他7天当中，他就去到了那个地狱，他呢看到了几种地狱的景象。然后他说，他第一个呢就是看到一个呢，就是好像那个粪尿的那个地狱，然后很脏很臭，有很多人在里面呢浮浮沉沉，那其中呢有一个人呢，看到上面有一条绳子放下来，他呢要拉着这个绳子呢往上爬。那爬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看底下呢有很多人呢，也要跟着呢，这个绳子呢往上爬。结果呢，他就呢回头了，用手啦，用脚啦，要把别人呢踹开，那结果在这个时候啊，要去把别人拨开的时候，他把手放开了这个绳子。那结果这个绳子呢就拉上去了，就卷上去了。哇！他再回来想要再去拉这个绳子的时候呢，已经呢没有机会了，已经拉不到了。然后第二个呢，他又看到了有一个呢，就是他知道呢，他就是那种放高利贷的，那种呢很贪财的。他说呢，他看到他呢，就是被天上掉下来很多的那个元宝，大大小小的元宝从空中呢一直不断的掉下来，然后呢就把他的身体呢，把他呢压死，把身体呢都砸碎了，这是呢贪财的这个果报。那第三个呢，他又看到了，就是呢有一些男人呐，他就是呢很爱拈花惹草，看到美丽的小姐啦，漂亮的小姐呢，就想去抱她一下，亲她一下。然后他就呢，说呢看到了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小姐啊，他呢就是呢又习气又来了，所以呢，就去抱了她一下。结果这一抱了之后呢，那个小姐很快就变成了一根呢火烫的烧红的这个铜柱，所以呢就变成了在这个铜柱啊那边哀嚎这个痛苦。那他呢就继续往前走呢，又走到一个地方呢，看到那个是造杀生业的，以前呢剁了很多的这个动物的尸体的呢，动物的身体的他呢就呢给人家在那边呢一直呢砍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呢他就看到了有一个呢石磨，九伯呢就是呢把人的身体剁成一块一块之后呢，把它丢到了这个石磨当中呢去研磨，然后就磨到呢都粉碎的，看到那个血水啊，就好像我们在呢磨米一样的那样子呢，从那个石磨当中流出来。哇！他看到了之后呢，觉得非常非常的惊恐，所以呢就一下了之后呢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地藏菩萨就跟他讲说：“你要赶快回去赶快回去，你的工作还没完成。”那我说：“你为什么知道说他是地藏菩萨呢？”他说：“我家里面有拜那个佛像啊，那他就是跟我家的那个佛像长得一模一样啊，所以我知道他呢就是地藏菩萨，他叫我赶快回来，所以我又醒过来了。”我想说不可思议啊！一个人昏迷了7天之后，竟然能够又醒过来。而且呢，他的伤口竟然没有溃烂，那他还能够自己呢跑到医院去呢，请求这个治疗，实在呢也是呢不可思议。那不过呢，他来分享的时候呢，他就是呢，告诫大家，就是说自杀不是好事情，自杀呢，将来呢要去到那个很苦很苦的地方呢去受苦，所以他才会去到那个地狱当中。那还好呢，可能他也有一些善心善行，有吃素，然后呢有这个礼拜诸佛菩萨，所以说呢，在他的这个最危急的时刻地藏菩萨呢把他救回来了。好，那另外呢，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有遇到一位同学他来分享，他叫陈竹。有一天呢，我们在上那个地藏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师兄我已经2个礼拜都没有睡觉了，身体呢很痛这个
就觉得呢生不如死。然后呢隔了2天啊，就是晚上呢快要12点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来我家了。他说：“师兄啊，我现在身体很痛苦，很痛苦，我想死了算了。”我听到他想要有这个轻生的念头，我就知道事态严重了。那我得呢赶快想办法来帮助他。但是要怎么帮助他呢？我们又不是这个医生啊，要怎么帮助他呢？那时候呢，我就说，不然我先到你家去，去看看你。那他说啊，你明天要去南部了，你要开车，这样子，我叫我先生呢，陪我一起去。所以呢，他先生呢，就呢，把他呢载到我家来。那在他来的这个路上啊，这段时间呢，我就在想说，我用什么方法来呢帮助他，能够呢对他有帮助，可以产生这个效用呢？那等到他来的时候啊，我就首先呢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最近是不是有到医院去做断层扫描？那个去做断层，去做这个X 光，那医生给你检查，说都检查不出来，说你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呢：“我是用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发生跟你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一定会到医院去找答案，去请医师呢，能够呢帮我检查，看看呢到底呢是什么问题让我那么的痛苦。”他说：“医生讲说都没有病啊，都没有事啊，但是我就是很痛苦啊。”我跟他讲说，这个叫做业障病。业障病啊，它是无形的，所以呢 ，X 光啊、断层扫描呢，都是扫不出来的。因此，你呢这个时候呢，你必须用不同的药啦。他说：“那什么药呢？”我说：“这个时候你要用法药。”那一般的病啊，用这个西药啦、开刀啦治疗可以治，但是你这个业障病啊，必须呢用法药。那法药怎么用呢？我说呢，我们最近呢正在呢这个练习呢水忏那你呢第一个呢就是呢要先忏悔。他说：“我有忏悔啊。”我说呢，你那个忏悔不算。为什么不算呢？我说：“因为你没有发自内心啊，你是耍嘴皮子的或是说你没有找到那个要忏悔的对象，没有找到那个根源。”他说：“那怎么找呢？”我说啊，你呢想想看，你从小到大，你觉得对什么人也好，对什么动物也好，你觉得呢最过意不去？那你觉得呢最问心有愧的？那他就说啊，他说小时候他们家里面穷，所以呢经常呢就是去抓那个夏天的很多蝸牛嘛，就抓蝸牛回来呢把它剁了之后呢，有的煮来吃，有的呢去喂鸭子，他觉得呢这是很残忍的事情。我说了，对，那你从这个地方呢，你到佛前呢去发露忏悔，然后呢跟他们呢道歉，那将来呢你要积功累德做善事来给他做功德回向，希望他们呢跟你呢之间的这个冤仇呢可以化消，可以解除。然后这样跟他讲了之后呢，我跟他说你还要呢发一个好愿就是呢你要呢看看呢能不能呢就拜一部地藏经，因为我最近刚一个字一拜拜完一部地藏经，大概要18000拜那你呢拜一部地藏经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那他在那么痛苦的情况底下呢，我怎么建议了，他就怎么听。那他后来他也愿意说呢愿意拜一部地藏经，我就教他说我这怎么拜呢？我这一本经本这个大本的翻页的这个经本呢就送给你。然后呢怎么拜呢？我教你。然后我跟他先生说，他现在头昏脑胀都记不住你要帮他看。那我做示范。
那回去之后呢，可以按照这样做。那他回去之后啊，大概经过了1个多小时他回去了。那到第2天呢，他呢身体还是很不舒服，还是不能睡觉。他呢跟他先生说我想去买一个那个金架，还有一个拜垫。他先生说：“你身体还很不舒服，改天再去吧。”然后他就说：“我在罗师兄家有发愿我要赶快去做啊。”那他先生呢就带着他出去呢买拜垫还有金架。那金架拿回来往供桌上放上去，然后拜垫呢放好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很累了，很想睡觉他就到房间里面躺下来。哇，这一躺了之后呢，就睡了20几分钟。他醒来之后就很高兴原来他可以睡觉了。他2个多礼拜以来都没有办法睡觉，全身呢好像呢这个1000只10000只的蚂蚁在咬的那样子的痛苦呢，就没有那么严重，他就可以睡觉了。所以他就更有信心了。所以每一天呢就拜经一天呢就拜好几百拜。然后等了大概3、4天之后呢，他就可以正常睡觉了。那过了10天之后，我们在金章演艺彩排的时候，又看到他。我说：“你现在身体怎么了？”他说：“我现在好很多了，我可以有体力可以跟得上大家彩排的进度了。”那从此之后呢，他就呢一直不断的拜地藏经。过一段时间我问他了，他说他整部地藏经都拜完了，但是他不敢停，他就一直呢继续拜下去。那在几年当中他总共拜了8部地藏经。那一直到最近几年，他年纪渐渐的大了之后呢，膝盖呢承受不住所以呢他就改为读地藏经，每3天读1部地藏经。他呢其实也没有认识几个字，从小没有怎么读书，但是呢他就是很虔诚，很虔诚。那我问他说了：“你为什么要拜那么多部的地藏经呢？”他说因为当初我身体痛苦的时候，哇，那个痛苦实在是讲不出来的痛苦，形容不出来的。所以呢，我怕呢，我拜经停下来之后，又会回到以前的那样子的状况。所以呢，我不敢停，我要继续呢精进，继续做功课，然后继续呢给我的冤亲债主来做功德回向。我说：“哇，你这样子很好啊。”能够看到你呢身体健康起来，然后呢也打消了那个想要呢寻短的那个念头。那他现在每天也都是到环保站呢去做环保志工。我觉得哇，这样子呢就很令人欣慰。那从这一位陈祖师姐的身上会体会到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在慈济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师兄师姐，我们有时候呢也是要去做关怀。那曾经呢碰到很多次呢，都是师兄或者师姐呢，就是得了很严重的这个疾病就是癌症。那得了癌症呢，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去做化疗。所谓化疗就是呢不管呢是用口服的或是用这个点滴输入的它呢就是化学药剂的治疗。他们想要用化学药剂呢来歼灭身上的这个癌细胞，但是偏偏这个癌细胞呢歼灭不了，它会移转。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呢体会到说，如果根源呢不解除的话，你那个癌症呢还是好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要寻求另外的一种化疗就不是用化学药剂的治疗，而是呢要用化解仇恨、化解冤仇的治疗，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我们要跟冤亲债主呢忏悔跟他们之间呢化敌为友，跟他们之间呢和平相处，这样子呢，你那个癌症呢才不会呢一直不断的这个复发。那因此呢，我们呢除了这个化学药剂的治疗之外，我们应该还要学会这个化解仇恨的这个治疗方式。那怎么样去化解仇恨的治疗呢？就是呢要吃素啦，
积功累德、做功德来回向还要呢守戒律然后呢多念佛、多诵经反正呢只要是善事好事我们呢多去做那发了好愿之后呢，要身体力行那要记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这样子呢，我们呢才能够跟冤亲债主之间呢，能够呢化敌为友也能够呢才能够长期呢消除彼此之间的那个冤仇。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个亲朋好友啦，或者师兄师姐往生啦都经常听到要做七。那这个做七呢是什么意义呢？在《地藏经》里面呢有提到说，人往生了7日内，念念之间呢，望诸骨肉眷属，宇照福利就拔就是7日内呢，就是呢，好像呢在阎罗王那里大家呢在呢辩论或是呢在对账你这一辈子呢到底做了多少的善事，多少的坏事那根据呢你做的这个善恶业然后呢要来加减账到时候呢才能够决定说要分配接下来要转世投胎到哪里去。这个做七呢，就是人往生之后在这个中阴身的这个阶段家亲眷属呢好像呢就是每7天呢给他呢做一次这样子的功德，希望呢能够这个救拔。但是上人呢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以前呢有位平老太太她的那个长辈在往生之前呢就跟他的孩子讲说我往生之后呢，你们要怎么做我都看不到，我希望你们要做七呢，就是在我还在的时候呢，你们就做给我看所以说呢他的孩子呢就遵照母亲的这个心意就是每一天就是呢煮粥请那个贫穷的人呢这个来吃给他们呢这个等于说呢这个施食做这个积极的这个善事，然后呢又请法师呢来诵经，然后这个长辈呢他就呢跟着在那边诵经。等到呢749天之后他的这个长辈呢就说好了，这样子一切功德圆满了，等到将来我往生的时候，你们就随便用个棺木呢帮我呢这个装了就去埋葬了，其他事情也不用再做了。上人说呢，这样子的做七呢，就是叫做活七了，就活的时候就可以做的，而不是呢做这个死期，不是往生之后才做。那《地藏经》里面也提到说，往生之后家亲眷属给我们这个做功德善事呢，7分功德当中呢，6分功德生者自立，那亡者呢只能够呢得到1/7。所以说地藏菩萨劝我们呢要闻见自修，才能够纷纷起惑。我们在世的时候呢，功德善事呢就要自己来做，而不是往生之后才有呢家亲眷属来帮我们做。那即使家亲眷属愿意帮我们做那个功德力呢也是呢已经小很多了。然后怎么样做这个活期呢？其实后来我们看到环保志工呢，看到很多的志工呢，每天都在做善事，我们理解了原来做七呢，就是呢功德善事每周做7天这个叫做七每一天都日行一善，日行呢很多的这个善事，这个呢就是给自己呢在还活着的时候，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呢，就来呢做七，每天呢都来做善事，每一周呢7天之内，每一天呢都做善事，这个是做七。而且呢，就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来做呢，这个呢就是做活期，那就更有意义啦。好，那还有我们往生了之后很多人在这个料理身后事的时候或是呢
到了这个扫墓的时候都会祭拜啊，有的用那个生礼啦有的呢就是呢焚烧纸钱。我在很多年前就听到上人讲到说呢我们祭拜祖先的时候呢，不应该为他呢再来杀生造业，因为这样子呢会增加呢这个祖先或是我们亲属他的那个罪业，增加他的这个负担，不仅呢没有得到祝福，反而呢加重罪业。那这样子呢其实不是真正的这个孝道。然后呢在扫墓的时候啦，逢年过节拜拜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焚烧的这个纸钱。那这个呢也是呢在经典里面呢没有教我们要焚烧纸钱那个对空气污染环境呢，对空气呢不好，污染环境。家境眷属长辈呢，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利益，这实在是很冤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去扫墓的时候要怎么样改掉呢？在这10几年来因为我的妈妈呢过世的很早，那我们兄弟姐妹呢就是每一年3月份的时候清明节之前就会先去呢妈妈的这个墓去扫墓。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懂道理啦有的也是呢会带行类啦有的呢就是带了很多的纸钱要来烧，因为觉得妈妈在世的时候很苦他希望说呢烧多一点的这个纸钱给他，希望妈妈呢在另外那边呢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了解道理之后我就建议大家呢把它改掉那一开始大家不太能接受，还用那个跋杯的方式后来呢跋杯呢妈妈呢都好像呢很灵验就是呢都通过了就是呢要用素的方式，要用不烧纸钱的方式。那原来烧纸钱的那个时间呢拿来做什么呢？我就带着经典去，带着大家呢来诵经来读经那我们有读过呢佛门大孝地藏经那也有读过药师经还有读过普门品那也有读过父母恩重难报经。像地藏经跟药师经比较长那我们就是呢选择其中的一些段落这样子。那每次呢读经的时间跟回向的时间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那在那个环境底下这些兄弟姐妹他们才愿意来读经。如果在别的地方他要找他们来读经呢，他也不见得呢会接受。那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用一种共修的方式，好像法会共修的方式然后呢为我们的父母来回向。那也为了这个整个山头葬在那个地方的这些亡灵呢，也为他们来回向祝福那其实我们觉得每一年都这样子做下来之后，已经呢变成一种习惯，大家呢就知道说扫墓的时候我们就是呢要在那个地方呢来诵经。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在地藏经的第9品有讲到称佛名号品。那称佛名号就是念佛的名号但是很多人呢不晓得什么叫做念佛。那净土中呢他们有所谓的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实相念佛不管哪一种念佛呢，大家只知道一句佛号呢不断的这样子念，但是很难体会其中的这个道理。那有一天呢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说哎呀，那念佛把它转过来就是呢佛念。佛念是什么呢？就是佛的念头。那佛菩萨的念头是什么？慈悲喜舍，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还有呢，净心第一，利他为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就是呢佛菩萨的念头。但是我们凡夫的念头呢，充满了贪嗔痴慢疑还有很多的这个财色名食睡各种的这个习气呢欲望呢都有。
所以把我们凡夫的念头转为佛菩萨清净无染的念头，转为慈悲喜舍的这个念头，其实就是呢念佛的积极意义。然后念佛那个佛呢就是觉悟的意思。我们念念都觉悟，念念呢都清净，然后呢念念呢都是呢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那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呢念佛的意义。等于说我们一句佛号念的时候呢，就提醒自己我们要跟佛菩萨一样的发心立愿，要跟佛菩萨一样的慈悲喜舍，还要学习他们的这个慈悲智慧。那念这佛号呢，就是在提醒我们自己，而不是呢一念佛号就希望求加持，就希望求保佑，就希望求福报。应该呢就是提醒我们要去呢身体力行佛陀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这些道理。因此我们想到念佛其实就是让我们凡夫的念头转为佛菩萨的念头。但是这个过程呢从凡夫的念头要转成佛菩萨的念头呢要修学的东西很多，所以需要很长期的时间。因此呢，当然我们念佛修行也必须呢要用很长久的时间，很精进的这个毅力才能够达得到。那最近呢上人一直在提到说我们要吃素那要消弭灾疫呢就非素不可对抗疫情的灵方妙药呢就是呢斋戒素食。那为什么我们除了这个吃素之外有一次呢我呢跟一位大爱电视台的一个师姐呢在聊天我跟她说了，我们不仅呢要发愿吃素而且呢还要发愿生生世世斋戒。她说为什么呢？我说第一个你如果呢发愿这个发了一个好愿那我们经常听说这个众生有愿，菩萨有应。我们呢发了一个好愿之后佛菩萨呢就会呢满我们这个愿。那我们想想看以现在的这个世间如果呢你将来呢发愿要能够吃素的话，那么就必须呢让你转世投胎呢去一个种得出蔬菜水果谷物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在经过10年20年甚至30-50年之后在地球上现在很多地方都闹干旱闹饥荒，很多地方呢种不出呢这个谷物在一段时间之后能够种得出蔬菜水果谷物五谷杂粮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比较富庶比较这个产物丰富的一个地方，也等于说呢是一个比较好生活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发一个生生世世要吃素的一个好愿呢，就是呢在预约呢人间净土，让你下辈子呢转世投胎呢到一个可以风调雨顺可以种得出蔬菜水果五谷杂粮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将来在地球上会变成越来越少数的地方。所以发了这个好愿，就是在祝福自己将来能够转世投胎到一个好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若发愿生生世世吃素了，让你转世呢投胎呢到那个吃素的家庭那这样子的家庭通常呢比较慈悲善良，然后呢对孩子的教育呢也比较重视，他就是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一个好的这个引导。那这样子呢等于说呢我们是赢在起跑点上不会呢这个小时候呢或者长大之后呢没有这个一个善的引导呢，让我们
养成不好的习惯，或造了一个业，造一些业之后呢，才要再去改变，那就会比较晚了。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呢，如果说呢，将来哈，这个很多人呢都越来越晚婚嘛，孩子生下来呢，大家都很欢喜就呢给他做满月啦，做什么庆祝啦，那就呢会呢很多人呢亲友呢聚在一起那有时候呢杀生造业也很多，那好不容易我们这辈子呢修行积功累德，累积了一些福报，但是呢到了下辈子呢我们刚出世我们的父母长辈呢就为我们呢，因为我们的缘故呢去杀生呢，去造业，有时候呢送那个油饭都还要配一只鸡腿，那这样子呢就很可惜啦，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功德呢就被呢在那个时候就用掉了，就消掉了。那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上我们想说呢我们下辈子还要跟随上人，或者再来呢亲近很多的这些祖师大德但是如果我们呢没有这个吃素的话呢，那我们的障碍呢就会比较多。以后呢要跟上人的脚步要跟上这个学佛的脚步呢，可能呢就会比较慢那你一辈子慢个几年，一辈子慢个几年，以后呢几辈子之后几代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跟不上了。所以说综合以上的这4点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发愿吃素，对我们自己来讲算是一个最好的祝福，也是呢祝福我们自己，加持我们自己将来呢会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会进入一个更好的这个境界。那我们上人经常在提到这个无量义经嘛，说我们慈济的这个法脉呢，就是以无量义经呢为依归。无量义经最重要的这个义理就是呢叫做一生无量。那一生无量又跟吃素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想到说对，我们如果发一个好愿那全天下的动物呢就呢不会端到我们的桌上呢来做我们桌上的一道菜包括了鸡鸭鱼肉还有呢猪牛羊各种的这个动物呢，它们呢跟我们之间呢就不会呢有这个冤仇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不吃素的话呢，我们去用餐的时候一桌呢有鱼有肉有虾有各种的这个动物了所以说全天下的动物都可能端到桌上来变成一道菜。那这样子我们的那个恶缘多不多就非常非常的多，无量无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念之间转过来，那从这个肉食转为素食，然后呢跟这些动物呢化敌为友跟他们之间呢不要再有各种的这个冤仇，那我们就会从无量无边的这个恶缘转为呢无量无边的这个善缘。那到底我们要选择善缘或是选择恶缘呢？我想大家那么有智慧，应该呢自己呢都会去做一个智慧的选择。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其实呢也是呢对我们自己呢最好的这个祝福从无量无边的这个恶缘转为无量无边的这个善缘。然后这个善缘有多么重要呢？就是在8年之前我跟我姐姐呢到日本去参加呢在静冈所举办的世界茶叶大会。那在要去之前呢，我们就知道说到日本呢要吃素呢是不容易，因为我跟我姐姐2个人都是吃素的。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呢，我就带着我们净式的这个香鸡饭香鸡面还有香松啦
坚果啦一些汤品。那去的前面呢2、3天的时间呢，我们就通通呢泡这个香鸡饭，还有这个汤品就是这样子呢来吃。我们都没有外面订便当或是说都没有去碰到这个荤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带去的食物不够，这个2、3天之后就吃完了所以呢，我们呢就到了日本的这个超商去买一些水果啦，或者饼干或者简单的这个寿司啦素食的寿司呢，就是我跟我姐姐呢就是这样吃。然后呢，也许是因为我们吃素的这个因缘感动了那个大会的主办单位他们有那个叫做亲善大使还有一些工作同仁知道我们2姐弟都是呢坚定吃素的，他们觉得呢也是很感动。所以呢，那个亲善大使有一个叫姓关的一个小姐呢，她就呢帮我们做了这个很丰富的这个素食从她家里面做了呢送来给我们2个1整天的这个餐呢都给我们送来了。然后第2天呢，就是我们展览会的最后一天呢他说了那一天我有事我不能来，所以呢他又交代了一个姓王的小姐呢，她是从台湾呢嫁过去的他就说了请她呢帮我们呢2位做这个素食的餐点。那结果呢最后一天呢，那个王小姐呢又呢从家里面呢做的这个素食来给我们2个人呢来享用。那我们看到他们所做来的这个素食我们就是非常的这个很感动因为在日本呢我们也没有认识什么朋友，但是在那个现场呢竟然有人因为我们坚定吃素的这样子的因缘他们愿意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吃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感觉到这好像也是佛菩萨冥冥中自有安排就知道我们呢很虔诚的这个吃素，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呢有这样子的善缘，然后有这样子的贵人出现让我们呢不会呢因为吃素呢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问题。有一年我去请教一位法师，问他说呢，为什么我们印顺导师也好，或是我们正言上人也好呢他们这么样的努力在修行，这么精进在修行，而且呢也度了那么多的这个众生那为什么他们身上呢一直呢都有或多或少的这样子的病痛病苦？那一位师父他就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大师常带9分病我说什么叫做9分病呢？他说了，一位大修行者他呢先天呢有3分病有的自己的还有呢父母的还有呢这个师长的这个呢算是呢他自己呢所要承受的这样子的，假设说是烦恼啦、担忧啦也好就是呢要承受的这样子的一点点的这个业力。然后呢，那还有呢他将来出家了之后有他的信众有他的徒弟啦有他很多很多跟他呢相关的人那他呢通通都要为他们担忧为他们呢祝福。所以说大师常带9分病。哇，这个让我想到说，哇，原来我们上人他承担了全天下的这个重责大任，要挑起天下的这个米罗了。那我们这些弟子呢，如果能够帮忙分担能够听上人的话，那么上人的那个负担呢压力呢自然就会减轻。那如果说我们不仅呢没有帮忙分担呢，还呢造业啦，或是说上人所讲的这个开示呢，我们如果都还不能做到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呢真的是对不起上人那我们说呢爱上人
想要跟随上人，上人说，你们如果真爱上人的话，你们就做出来，爱走出来。那我们呢，爱上人的心，难道不如一块鸡肉，不如一块牛排吗？不如一只鸡腿吗？所以说我们慈济人更应该呢，要深刻的发心立愿呢，来素食。上人也说呢，发心立愿不困难，坚持到底真功夫。那有关于这个斋戒素食灵方妙药，但愿呢我们线上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师兄师姐，我们都能够呢一起呢来身体力行，然后呢这些祖师大德也好，诸佛菩萨也好，或是上人也好呢，所讲的这些妙法，我们呢要把它当作是我们洗净心灵提升我们自己还有呢发展我们的智慧的这个新药方。我们呢希望在生活当中，大家能够互相勉励，互相祝福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吉祥，福慧增长，感恩大家，阿弥陀佛。